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卡萨绝活歌的一个对线出装符文搭配。这里面的话这个版本小版本的话 ，AP 流有两种玩法吧，一种是 AP 流，一种是现在的一个暴击流。第二件的话，选择出绿叉，这样的话可以更丝滑的一个打伤害，然后也有一点容错吧。像卡莎的话，搭配的英雄其实要有一个选择，就是你最好是卡莎更适合去。这里面对面一个互换闪现，血亏这样子，预判对面的闪现，但这边已经闪现是往那边闪，就很绝但这里面打野收掉了。就是卡萨的话，其实配什么羊还有泰坦大树这种远程超远程的，就比如说你大招可以放得很远的地方，一个定身的话，这样卡莎更好的有一种就是首先让对面的 C 位脱离团圈，然后你再飞过去单独收割。但卡莎的对线其实手游会稍微好一点，端游的话很一般，但其实也是很难打得过这个就是也没那么好打的。像第一件的话，要等攻速鞋做攻速鞋。这局的话，这边推荐选择的是吸血嘛，但正常来说的话，你看情况出咯。像这里的话，你要有个攻速，让输出打得更快一点。像对面铁男搭配。铁男打辅助的话是蛮肉的，而且关键时刻他可以关人。这里的话跟不上的话，你就必须得回头去打辅助更好一点。这里面 W 没中，可惜。这里定住打了一套。像卡莎只要有队友，附近有队友的话，造成那种定身，比如说像大树的 W 禁锢住对方的话，就可以叠两层被动，挂2层被动，这样的话伤害会更好的打出来。像现在这个版本，其实卡莎有另外一种出法，就是第一件出魔宗叠魔切，然后后面的话就纯法术装 AP 卡莎。这里的话把射手关起来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像暴击流的话，对面铁男只要出个铁板鞋就没办法打了，就有点刮痧。这里定住了，有大招的不怕。Q 前接平呢，收掉人头。像这里面弊端的话，因为对面出了铁板鞋，你打铁男肯定打不动，只能尽量的把输出给到射手。如果像你出 AP 就舒服的一点，就是可以打混伤。混伤的话，对面只能抵挡铁板，就是那个物理伤害嘛。
你 AP 伤害是比较难抵挡的。哦，这里上来，对面加里奥，这就飞大了。对面这边潘森也飞了，伤害的话终究还是有点不太足。这里捆中了，可以直接飞，但这边铁男往前走，那就直接来秒这个铁男，可以的。然后出装的话，第3件就直接出那个破甲弓，然后搭配这里面命中了，挂上被动。你看，就是只要那个辅助挂上定身那种，但这里面是直接刚好。大树的大招刚刚好，那就直接过来慢慢拉扯一下，不要太着急进场。然后这里面再用大招去进场，不要太早的使用，因为大招的话是对于卡莎来说就是它的上限。你用的好的大招和早就把大招用完的话，那它的上限就在这里了。其实有个，就是我之前，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太多的录那种至尊局，也是因为至尊局的话，其实打不了那种偏教学的那种玩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学至尊局那队友要么就是5排，要么就是你要是能打得赢的话，那队友其实都不差。只要有1-2个一个坑的队友，其实至尊局都没那么好打，除非对面也有菜的。这里盲僧就是你看没有，这里面就是一个绝猴哥的意思，就是盲僧肯定会在那里蹲，突然消失了嘛。
这里面的话，符文是推荐符文哈，就是如果因为你不可能是每把你的符文都是这样子，而是看推荐的。看它这里面它是带着那个教师守卫，没有带骸骨，然后他带了巨人杀手，因为这局对线里面有那个铁男嘛，所以就比较肉。如果玩 AB 卡萨的话，暴击会更快一点，但就是说它的各有优点吧。这里为什么他选择做了那个峡谷制造者呢？就是因为对面都是做了物抗装，那这样的话你就出点混伤的话，你的伤害会更高一点。如果你是陆路辅助的话，可以选择做魂签，就不用做海克斯那个峡谷制造者了，直接做魂签会更舒服一点。这里 Q 分散开了，完了被关进去了，吃了2座塔的伤害，被秒掉，没办法。这里差点挂到，没机会了。想等一下这个峡谷制造者，但还是差的有点多，赶紧刷点钱，那更好一点。刚好又叠到一个僵尸守卫。这里野区开启团了，对面盲僧死掉了，那这样的话直接退中路。像看你喜欢就是说玩哪个流派的玩法 ，AP 流就是魔宗搭配峡谷3件套，
什么大帽，什么无限法球这样子个玩法。然后第一件是魔宗嘛，这里面有混伤，然后吸血也不低，一直 A 一直 A， 有了那个绿叉，这样的就是节奏还是蛮舒服的。一个 Q， 换掉了对面，直接虐全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等兵线一来就直接一波啦。那好，这一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